嗨，大家好。最近几天呢，又恢复到广州以往的那种天气啊，32、3度到35、6度来回晃悠。在这个期间呢，就是靠几乎每天都有的阵雨来调节温度，所以呢，熟悉的天气的节奏又回来了。广州呢，原本就有地处南粤啊，偏南的纬度，再加上南岭啊，把广东和湖南那边呢分割为不同的两种天气的模式啊。所以呢，自古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每当刮南风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气流啊很难跟北方的冷空气呢轻易的交换，所以呢，这些浊气啊就会淤积在岭南大地啊。经久不散，再加上啊，本来气温就高，非常容易多雨潮湿，所以这个地区呢就非常容易滋生病菌，形成疾病的传播。即便是没有流行病呢，也非常容易啊，因为天气的原因呢，造成身体失调。所以古代呢，就把这些岭南啊、西南地区比较湿热、容易滋生疾病的地区呢，一律划为蛮荒之地啊，并且呢，把这种经久不散的湿热的天气呢，就统称为瘴气啊，就指病字头底下一个瘴，也就是说，在这种环境下面啊，是非常容易轻则呢造成身体的不适啊，那重则呢就容易传染疾病。所以呢，广东的老百姓啊，自古呢就会运用一些中医的知识啊，当然这也是前人成千上百年的经验的总结，就会形成非常独特的，通过一些中医的辩证的理念，运用一些中草药来根据不同的时令进行养生方面的调理啊，这也符合传统医学的治未病的理念啊。这一些呢，都是民间的老百姓自己的经验，也是大家在面对这种四季变化、天气变化的自保的手段。既然呢是经验之谈啊，肯定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经验是不是就是科学呢？这个就很难说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啊，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瑰宝。同时呢，也有很多糟粕。说到糟粕呢，并不是说某一项前人的经验一定是错，而是说呢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，绝大部分人都是盲从，很少有人去质疑，也没有现代的科学的观念和手段去加以验证，使得呢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啊，甚至对民生有害的一些伪知识，成百上千年以来啊大行其道。前几天呢，到广州市区去骑行，经过一些近代革命的史迹啊，
像滨江路上的珠江畔的大元帅府。如果你稍稍的回望一下历史，中国人民啊，从扎辫子的满清结束啊，到如今也就才100多年。100多年以前，没有人会质疑啊，盘在头上的这条大辫子它的科学性。盘在头上不但难以清洁打理啊，会滋生各种细菌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但是清朝的老百姓，有谁会去质疑这样的一条辫子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诸多的不便？除了这些留辫不留头的统治阶级的高压，就是满清对于异民族的疯狂的统治。而当年的国人自我作践的，还有很多身着诸如长衫，自以为斯文，但是绝对不利于劳动，更不用奢谈什么运动啊。对于强身健体毫无任何益处，和男人留发盘着大辫子啊异曲同工的，还有女人从小被要求裹小脚，不但影响行动，简直就是摧害生理。如今看来的这种十恶不赦的荒唐事，想当年又有多少卫道士极尽卫道之能事？所以，对于一个自诩为历史悠远、文化深厚的文明古国来讲，几乎无一例外都会伴随着让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赶不上时代的步伐，落后于科技发展，缺乏创新意识这样的窘境。正是因为老百姓对于那些文化糟粕的盲从和迷信，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独裁的君王，而这些盲从者又以顺民自居，尤其是在自己有个大致的温饱的情况底下，个个都是旧时代的卫道者，生怕革新创新会把自己仅有的一份口粮也革没了。所以这个几百年来，保守思想盛行，常常作为社会的主流。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有了几十年的发展，也确实使中国老百姓有了久违的经济荣景。但是也就是过了不到2代人，情况又有了反转，感觉这个社会又在向着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那些保守的方向在回归。相信99%的中国人民很难避开这样的宿命。究其原因，其实很简单，人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物，只要土地的属性没有改变，人呢就很难脱离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也很难发生自身的蜕变。回归老路那是最容易不过的内心的基因的一种定数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相互作用，传统趋势远胜于改革开放的当今社会。你要么闭上眼睛，放弃内心的挣扎，或者呢，你成为几% 的那份子，远离凡尘，在做好自己能做的事，
找到自己更多的价值和快乐之外，不妨呢做一个时代的看客，笑看风云，也不失为既能求生，又能保持内心一份宁静，甚至还能多少得到一些快乐的处世之道。今天呢，就从适应天气的话题说开去，闲聊几句国人的保守本质，以及这种气质的来由。也就是每当社会开了一扇门，一边呢有人为来到的盛世呐喊叫好的时候，可是呢，却在不知不觉当中，又回归到更多人内心守望的那种天下一统的保守之中。从而又迎来另一个轮回。也就是骑行中的闲聊而已，网友不必当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思考。只不过呢，大多数人把自己的这种思考深埋心底，只有少数人呢，可能会通过在平时的生活场景中有意无意的流露，其实都仅仅是代表自己，也不会对大家的思维产生什么影响。好，今天的骑行闲聊就到这里，等我们下一次骑行的时候再来慢聊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